家好，我是阿雅。我不知道你是 I 型人还是 E 型人呢？我自己是标准的 I 型人，但我觉得其实 I 型人非常非常适合去日本。这我最近在想的事情，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害羞、不善交际，然后甚至有一点点社恐的那种人。虽然看不出来，但是事实上我是非常不会交朋友，不知道该怎么人跟人之间保持距离，然后自己又觉得舒服自在。我大部分跟别人在一起都是感到非常非常不自在。我以前住日本，让我觉得人际关系常常都非常 OK 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会留给你很多空间。他们不大会，比如说日本人不大会突然就是你现在在这附近吗？我现在去找你，比较不会有这种事情。他们不会突然跑到你家里面，很适合我这种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不喜欢有客人的那种人。这是日本人跟台湾人蛮不一样的样，当然也有例外的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日本人他们都还蛮懂得这样子保持人跟人的距离，然后又能够相处得很融洽。你可以从他们的饮食，就是餐厅、居酒屋啊那些的一些场合看出。比如说我们知道日本很多餐厅他们都是定时，所谓定时就是一人一份嘛，它就会有猪排，然后有一碗饭，然后味噌汤或者是一些那个生菜沙拉，这样子一个套餐，或是鳗鱼饭，都是这样一个定时一个定时。那每个定时价钱不一样，但你如果跟朋友一起去的话，通常日本人都是非常非常精打细算的，就是说你今天点了什么定时，那就是你吃你的，所以你结账的时候你也付你的，他们是算得很清楚的。他们也会很自然的，就是说那个结账的时候，店员说，你们要怎么打算怎么样结呢？大家会说，分开，分开就分开。他们没有那个文化抢着付钱的那个文化，抢着我请你，你请我的那个文化，这个很有趣。那还有就是日本还有一种聚餐的时候最常有的是 course menu。你在订一间餐厅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我们这次是10个人吃饭，然后是 course menu， 就是他会一道一道菜来，然后他会算好你已经10个人了，所以就是会有2个，比如说2大盘的披萨。2大盘的焗烤饭，他已经算好人份了，然后1个人来就是5000块日币。饮料也是，如果你是一群人去聚餐，他通常都是喝到饱嘛，就每个人你不管点什么都是喝到饱，然后价钱都是一律就是2000块，例如我已经忘记是多少钱，但是例如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要去聚餐之前，他就会讲好，就告诉你说，这样吃到饱喝到饱是5500哦。然后有的时候日本人是会因为你是女生吃的比较少或喝比较少，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会就是4500，然后男生就是5500之类这样子，一开始就会让你知道你去这个聚餐要花多少钱。这个其实在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可能是因为我们饮食文化就是那个吃饭就是吃圆桌的那个，可能是中式嘛，可能也有 course， 就是比如说先来一个鱼啊，然后再一个肉啊，然后最后一个西瓜这样。但基本上毕竟是这种吃饭方式，所以最后算钱的时候，这一桌吃了1万块，然后10个人，然后所以1人1万块这样子。可是呢，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让我觉得有点压力。这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这种 I 型人来讲，还是有点点不一样。我以前曾经跟台湾人去吃饭，一群人出去啊，为了要省钱，我点那个最少，我点那个可能是副餐，你知道吗？别人都点正餐，他点牛排啊，点鸡排啊，点什么，然后大家就会说我点这个，但是我们最后去大家就是一起 share 吧，然后就莫名其妙当了分母。这种事情常常有在台湾，我觉得大家比较也是台湾人的个性比较。大概吧，就是比较不要这么计较，这种台湾人的个性比较有。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就已经穷学生了，然后出来跟你们吃，我还要分担你的，我也没有要吃猪排，我也没有要吃鸡排，我根本就不想吃你的，然后就莫名其妙，这种事情让我一直觉得跟台湾出去总是有多少会那种害怕变成分母的那种感觉，这也是加深了我这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的一点。那还有一个，我以前在日本有一次看到有2个好朋友，2个日本人，我们一起出去玩，是很好的朋友哦，就是常常都腻在一起的。A 跟 B 借指甲刀，然后 A 说，我可以跟你借指甲刀吗？ B 说可以啊，你去拿吧，在我包包里面。A 就说お借りします，就是他竟然是用敬语在回答
B， 他就是说，好，谢谢，感谢你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哇，即使他们是这么好的朋友，他还是用 A， 还是对 B， 在这种情况下是用敬语的。我觉得日本人这一些小小的地方、小小细节，你可以看出来，朋友跟朋友之间还是有那个距离在的。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我以一个 I 人有社交恐惧的人来讲的话，我喜欢他们那种有一点点距离，但又可以很好互相尊重的那样的交友文化。我不知道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但是今天看了我这一集，你有没有很想搬去日本呢？那先这样了，拜。